本次团建主题：荒野求生。岛上放了活鸡，大家自己抓自己做。啊，又要自己抓，真服了！别嚎了，我抓了鸡，烤好了，大家一起吃。就这样。行，你烤吧。等等，我还在岛上！快点，快看，他还在那儿喊呢！哈哈，看他那样子。对不起啊，老李，把你给忘了。你不是会抓鸡吗？先在岛上等着吧，晚上有渔船经过。李律不是挺能耐吗？自己游回来呗。游艇在视野中越来越小，没一人提议说要回来接我。在律师行业10年，要是我还不明白周明凯是什么意思，纯白混。你们之前说要挖我同意了。荒岛团建来接我，后天入职。真的？我们现在就派直升机去接您。系统怎么打不开了？大客户都在解约，你到底干了什么？你做了什么？这套系统是我个人出资搭建的，每一行代码都是我的钱。你们把我扔在荒岛上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律所离了我，活不下去。我屏蔽律所其他人，发了条朋友圈。刚好浩和正和的合作要到期了，等你入职后，我们再合作。谢谢支持，入职后第一时间联系你。还记得律所刚开始起步时，老李，我们哥几个家里都穷，实在拿不出钱来，这启动资金……没事儿，启动资金我一个人全承担了。只要大家有干劲儿，日子总会好起来的。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都跑出去谈合作，日子虽忙碌，却也充实幸福。后来律所越办越好，但因缺少标准化归档系统，律所面临危机。客户要起诉我们索赔，接连败诉，律所要倒闭了。我个人出资，花干积蓄向银行贷款，又连夜找人开发整套案件归档系统，才让律所这才起死回生。我曾找律所报销那笔做系统的钱，是我个人垫付和向银行贷款的，你看能不能在律所报销？老李，你无父无母，多掏笔钱对你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可我们还要养一大家子，哪有闲钱报销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合伙人为我说话。既然我要走，这套系统自然也要跟着我一起走。刚开始那几年，90%分红都归我，后来他们抱团改规则，一路给我砍到25%，每次都哭穷。我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忍了。可惜人心早就变了。李律，李律，久等了，在岛上饿坏了吧？不知道你口味，就各样都带了一点。谢谢，费心了。李律，今天这事儿老板都知道了。他说入职先不急，怕那帮人影响你心情，先批你1周假去三亚散散心，费用公司全包。替我谢谢老板。客气了，李律，以后大家就是同事了。李律，你是律所合伙人，一年分红最少也有100万吧？怎么住在这么破的居民楼里？下周我就会搬走。李律，这地方确实配不上您。10年，我将青春全给了律所。同龄人在结婚生子，我却在这间屋里把堆成小山高的卷宗翻了一遍又一遍。其他合伙人在朋友圈炫豪车名表，我却在没日没夜的跑客户、出庭、处理纠纷。我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只会工作的机器人。企业合作的前提就是这套系统，人家要随时线上调取材料和风控记录。你要离职？为什么我们的大客户解约的理由是你去了其他律所？我在你家门口敲门没人应，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在三亚。你疯了！这个时候你去三亚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和大客户的合作，还有企业合作占了律所生收的90%？现在他们全部要求解约，你让律所的其他律师怎么办？我向你的邮箱发了退虎申请书，客户解约和我没有任何关系。10年卖命，我攒下了庞大的人脉。那些大客户选择郑和，只是因为我李广川在郑和。如今我走，他们解约不足为奇。这是10年前我们宿舍6个人一起买的，当时约定好毕业就一起去旅游，结果却被工作死死绊住。现在我终于有机会穿上它了，只是同行的人已经不在了。老李，律所是我们共同的心血，你怎么能说离开就离开呢？你忘了我们当年一起经历过的点点滴滴吗？没有系统，律所今天上午已经连续败诉了100多件案子，直接亏损了近千万。老李，你能不能行行好，先把系统权限给我们打开？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我戒酒整整10年，如今终于能痛痛快快地放纵一次了。大学时我们2个关系最好，昨天的荒岛团建，他因为有事没去。老李，荒岛上的事儿我才知道，你还回来吗？不回去了。是因为周明凯把你落在岛上吗？我让他给你当面道歉好不好？景明，你们5个联合起来，将我的分红从90%一路砍到25%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老李，25%分到的钱还不够你花吗？分红的事儿我们还可以再谈。现在律所因为调不出材料，接连被诉，光今天上午就亏损了近千万。这些钱最后要我们6个合伙人一起赔，你难道耗得起吗？问题从来不是钱够不够，那是什么？是你们从来没有在意过我对律所的付出。你们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系统带来的便利，却唯独忽视我。更何况，要承担亏损的是你们5个，我已经申请退伙了。总部到底怎么回事？案件管理系统为什么登不进去了？我跟了整整5个月的案子啊，就因为今天调不出关键合同，法官直接判我们败诉，放任系统关停，属于不提供劳动条件。律所这是违法的，知不知道？大家稍安勿躁，这套系统不属于公司资产，属于李昭远个人。这套系统之前是我无偿给公司使用的，现在我要去其他律所，系统自然也要带走。老李，你无父无母，多掏笔钱对你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大家都是律师，这件事该找谁追责，不用我细说。李律，您不能走啊！李律，我们知道错了，您快回来主持大局吧。这丫头刚出生时最黏我，小时候她不肯叫陈景明爸爸，反而整天追在我屁股后面喊爸。爸，我疼她，认了她当干女儿。逢年过节，她的礼物和祝福从不缺席。我甚至早就想好了，以后我的遗产一半捐给公益，另8半全留给她。干爹，你能不能开放系统权限啊？干爹，我爸说，如果公司再亏钱，家里就供不起我去国外念书了。这丫头从小在律所长大，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律师。她高中过得极苦，为了考学每天5点就起床。丫头，你爸现在赚的钱足够你享福一辈子了，干嘛还这么拼命？因为我想和干爹一样，成为帮扶正义的人。他今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哈佛法学，本科4年预计花费400万。如果他因为钱和梦想失之交臂，我这辈子都良心难安。老李，我们都错了，是我们对不起你。只要你愿意回来，我们5个天天轮流给你道歉都行。律所有上千名受薪律师，现在系统停了，大家都没法工作，社保工资根本发不出来，不出2天律所就要倒闭了。我知道那套系统是你用全部积蓄做的，只要你肯开放权限，律所愿意支付你当年的全部开发本金，还有这10年的系统使用费。我再想想吧。好，你愿意想就行，我们等你消息。老李，我真傻，今天我才知道律所没有你根本活不下去。荒岛那件事儿，是你蓄意谋划？是我一个人谋划的，和他们4个没有关系。当时律所本部所有人都在那艘游艇上，除了陈景明没去，其他人都在。要说另外4个没有参与这场孤立，鬼才信。李昭远，你难道忘了大学的时候是谁看你家里贫困，每天给你带饭的吗？带饭的钱，我哪次没1分不少的还给你？
甚至过年大家都回家，我一个人去进厂打工，就为了给你包个大红包。周明凯，你忘了，我没忘。我只问你这一次，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第2次谈判分红的时候你没同意，我以为把你扔在荒岛上，你就会屈服，到时候就能逼你把分红交出来。不可能！企业独家合作是我谈下来的，系统是我一个人找专业团队搭建的，整个律所将近90%的营收都是我一个人创造的。这些年你们坐在办公室里享受岁月静好，每年只等着分钱，大客户的案子都是我熬夜在跟，我凭什么要再次让出分红？老李，你的付出大家心里都有数，可你说的这些事儿是我们逼你做的吗？哪一件不是你自愿做的？你总说自己忙，可你管过律所的行政管理吗？你只会闷着头谈合作，这分红让给我们一点，你也不亏。对不起。那一晚，我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在月光下想了很久。我终于想通了，我该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了。14年的感情，终究还是比不过他们对金钱的欲望。兄弟，通话这么长时间，是有什么难事吗？这些年来受的委屈、辛苦，也随着这口面一起吞到了肚子里。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起做生意的伙伴想排挤我。唉，只要掺杂上利益，一切真心都会改变。不过一切都会过去的。三亚的景色这么美，别被这些烂事绊住脚。多出去走走，接触接触大自然，心里就敞亮了。谢谢老板。我想起了律所里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事，他们中有些人是刚毕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怀着满腔热血当了律师；有些人已经成家立业，靠着这份工作养家糊口。如果我彻底关闭系统，他们也会受到无辜的牵连。档案系统我会重新开启。好，老李，只要你愿意打开就好。说到底，这件事还是我们对不起你。先别急着谢，这些天耽误的系统使用费要翻倍。没问题，翻倍就翻倍，只要系统能用，什么都好说。老李，律所这次想出钱研发属于自己的系统，你系统里整理的那些案件合同和材料数据，到时候能不能让律所系统拷过去一份？你放心，律所一定会给你相对应的报酬。可以，按市场价走合同。老李，你可算回来了。你看，这是上大学时你最爱吃的麦芽糖，我跑了好几条街，好不容易才买到的，你快尝尝。你要干什么？我没想干什么，我就是来看看你，顺便想问问你，能不能给律所留几个企业合作？老李，我们整整用了10年，才让正和走向全国。现在大批客户都在解约，你真的忍心看着我们亲手建起来的律所就这么毁了吗？毁了他的人是我吗？周明凯，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作自受？老李，我知道是我的错，我糊涂。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一件事不放？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我原谅你的次数还不够多吗？律所刚起步的时候，你搞混法庭材料，
是我在开庭前半小时带着备份去救你的命。你搞丢大客户的证据原件，是我跟在客户后面赔了3天笑脸，人家才没起诉你。这些桩桩件件需要我帮你一件件回忆吗？你走吧，以后我这里不欢迎你。以前明明都能原谅我，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为什么？ 14年的感情，说不难过那是骗人的。可我心里清楚，如果这次不把这根刺连根拔出来，它只会在我的肉里越陷越深。一边在群里截图感谢我，一边在背地里向法院起诉我。周明凯、陈景明，你们真是我的好兄弟啊！想要我赔1000万？ 还真看得起我。这10年来，我养成了最完美的职业留迹习惯。我是一个金牌律师，跟我打官司，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输。 后天，法院见。老李，我真的不知道周明凯起诉了这件事儿，他根本没和我们任何人商量。你先别关闭系统行吗？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找他给你要个说法。景明。 大家都是律师，他到底能不能胜诉，我们心里都清楚。老李，我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你们还是快点找外包公司重新做系统吧。好吧。明天又该开始忙碌了。李律，你怎么今天就回北京了？我们老板不是给你批了1周的假吗？被人起诉了，回来处理案件。 告你？谁敢告你啊？李律，方便问一下是谁起诉你吗？在律师圈里，谁不知道鼎鼎大名的李律败诉的案子屈指可数啊？我之前那家律所的合伙人起诉你，你带着郑和走向辉煌，他们却把你扔在荒岛上，现在居然倒打一耙起诉你。小问题，他手上根本没有证据。 别说起诉1次，哪怕起诉100次，胜诉的也只会是我。不愧是李律，说话就是有底气。真希望哪天我也能像你一样优秀。会有那么一天的。李律，你刚下飞机，肯定还没吃早饭吧？走，我带你吃早饭去。李律，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锦城律师事务所。你的实力和拼劲儿，我们合伙人会议的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代表锦城向您发出最诚挚的邀请。合作愉快。作为见面礼，我会将系统里上万份独家胜诉判办库的数据全部转入锦城的系统。此话当真？不仅如此，经常和我合作的那些大型企业，他们的全套工商资料、内部规章制度和风控记录，我也会一并带过来。李律，我们把你挖过来，
简直是锦城建所里最正确的决定。互利共赢而已。对了，李律，听说你前律所对你提起了诉讼，需要我们锦城提供法务支持和律师团协助吗？也是，哈哈哈哈。李律的胜率在圈子里可是出了名的，你自己出马，肯定比我们任何人去帮你诉讼都更让人放心。老李，你原谅我，继续回到律所工作不好吗？我们大学时就认识，一起并肩工作了14年。你真的舍得抛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分红我还按25%给你，1分都不少，我保证以后绝不亏待你。周明凯，别演了，我不回去。姓李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场诉讼要是我们赢了，你知道你要赔多少钱吗？6000万！周明凯，你疯了！你闹什么呢？老李好不容易答应让我们考系统数据，我闹！这么多年所里的分红一直是我拿的最少。我说过什么吗？我忍够了。你拿的分红最少，是因为你能力不行。大学宿舍里除了你，其他人全都名列前茅，只有你为了不挂壳，缠着我给你补课。开律所后，你犯错的次数一只手都数不过来。哪一次不是我跟在你屁股后面替你擦屁股？这么多年你分红最少，为什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姓李的，你凭什么？既然你彻底撕破脸，那咱们法庭上见。李律，你勤奋是出了名的，大半夜都在为客户收集证据，但你前律所起诉这事，我希望你彻底处理好之后再来上班，不要因为这群烂人影响了心情。我们以后是要长久合作的，不急在这一时。好，谢谢你，我处理完立刻回来。这个老破小，离锦城律所有足足20里地，也是时候从这里搬走了。下周末带我看这几套。你们听说了吗？咱们公司走了一位大合伙人。走就走呗，公司又不是离了谁就赚不了了，大惊小怪。这位可不一样，咱们公司90%的企业独家合作，可全是他一个人谈下来的。那他走之后，咱们手里的项目和案子该怎么办啊？明天该清算恩怨了。哟，李律，又来开庭啊？这都是你这个月第几个案子了？李律师出马，对方律师今天怕是又要头疼喽。今天我不帮别人打官司，这次来，我是当被告。被告？李律师，您平时遵纪守法，连个红灯都不闯，是谁要告你？我之前律所的合伙人。老李为公司做的已经够多了，你还要起诉他？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们证据不足，你告他又有什么用？我们2个都当了14年律师，我不信我的专业能力会输给他。今天我非告倒他不可。老李，你也来了。法官，我方认为，客户核心证据端档系统应当归正和律所所有。被告李昭远所主张的100万系统开发天赋费用，完全是虚假支出。当年律所财务重组根本不需要他个人出钱，他提供的报销单我们不予认可。
被告完全是因为分红不满，恶意关闭系统，导致我所上百件案件错过组证期，批量败诉，所有责任应当由被告一人承担。被告，请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答辩供举证。法官，当初那套系统是我连夜找人加急做出来的。我不仅把自己全部存款投了进去，还额外向银行贷款了30万元。我提交的证据中包含当年我个人向银行贷款的合同、银行放款流水、我每月还款的转账回单、系统开发定制合同以及收款誊据。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份当年我拿着发票去找原告报销，却被原告几位合伙人亲口拒绝的现场视频。我的证据链完整于还，足以证明该系统版权完全归我个人所有。我要求正和律师事务所赔偿我这10年来无偿给律所使用的系统使用费。本院认为，被告李昭远所提交证据充分，形成完整证据链，原告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当庭宣判，驳回原告正和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昭远，你真是好算计啊！几年前的证据你都保存得清清楚楚，你特么是不是从来没拿我们当过兄弟？周明凯，你到底要无理取闹到什么程度？当初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是老李好心邀请你来律所当律师，人不能过河拆桥。我无理取闹，我周明凯没有了他李昭远照样活得潇洒。就当是我当年看错了人。你，陈景明，想要系统的数据可以，但现在我要加一个条件，我要周明凯彻底退出正和律师事务所，否则系统的数据我一条也不会给你们。你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并且系统数据使用费再加100万。老陈，你快说句话呀！老李，你一定要这样吗？陈景明，你怎么不问问他？如果我一个人在毫无信号的荒岛上被毒蛇咬了怎么办？如果我在荒岛上发生意外死在那里怎么办？是他先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李律，恭喜你胜诉，彻底摆脱过去，迎来新生。你连庭审结果都没问，就直接庆祝我胜利？咱们锦城事务所的律师，那能一样吗？您李律亲自出马，拿个胜诉回来，不是轻轻松松？走吧，老板已经在餐厅订好了位置，说要好好庆祝您脱离苦海。10年前，律所刚起步，我们也曾这样举杯相庆，大喊着祝我们脱离苦海，事业有成。可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李律，恭喜你！祝李律以后在我们锦城事业蒸蒸日上，更上一层楼。谢谢大家，以后合作愉快。新生活正式开始了。李律，这就是您的独立办公室，我就在您右手边那间，以后有任何需要随时叫我。非常棒。其实老板说您今天可以休息的，没想到您还是准时来上班了，真是拼命三郎。既然开始了，就不能浪费时间。李昭远已经背叛正和了，他现在连合伙人都不是。说话啊！你们真打算因为他的一句威胁就把我开除？周明凯，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的错。我的错？当初你们4个联合起来逼我一起去砍他分红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如果不是你非要自作聪明去起诉他，系统的数据费怎么会凭空多出100万？李昭远带走了大批大客户，
律所现在连下个月工资都快发不出去了，这钱你自己出。凭什么让我出？投票吧，同意周明刊退伙除名的举手。明天一早，我们就会去司法局和律协备案。周明凯，以后别再来郑和。如果我真因为这事儿被骂上热搜，我这辈子都别想在法律界立足了。你们不是大学室友吗？并肩作战了10年，他怎么能这么狠毒？这是要彻底毁了你啊！因为是我亲手把他赶出了郑和律所。放任不管吗？怎么可能不管？一直放任会影响锦城的声誉。既然他喜欢玩，那我就用我最擅长的方式送他一份大礼。您打算怎么做？那条污蔑我的视频，光点赞就破了万，浏览量起码几十万，更别提他之前还涉嫌伪造证据。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本想放他一马，可惜他偏要往我的枪口上撞。李律，您这是又要大显神通了？当然。老李，网上的那些小作文全都是周明考的个人行为，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知道。那就好。这周明凯也是，他何必呢？老陈，事情说清楚就行了。我手头上还有一堆锦城的案子要处理，先挂了。老李，以后郑和要是出了什么事，还能找你帮忙吗？老陈，找我恐怕不太合适，毕竟我现在已经是锦城的高级合伙人了。李律师，这是您要的那个污蔑账号的全部后台备案实名认证信息，我们平台严格配合法院的调查令。谢谢。周明凯，好好的路你不走。准备好了吗？李昭远，看到网上的消息了吧？周明凯，实名造谣已经触犯刑法，你已经没有退路了。退路？我不需要退路。你以为你那些项目都是干净的？我手里多的是你办案的料，只要我往律协一递，你这辈子都得吊销执业证。识相的就取消对我的指控，再私下赔我500万，否则明天你泄密的证据就会贴满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我经手的所有项目都有完整合规审查，你想无中生有，那是在自寻死路。李律，出大事了！周明凯他居然伪造了您的电子签名和境外流水，诬陷您收回扣泄密。好手段，不仅有伪造的签名，连时间节点都对得上。周明凯为了搞垮我，连商业伪造这种重罪都敢办了。李律，现在司法服和律协已经高度重视，郑和那边也正准备推波助澜，这要是处理不好，我们该怎么办啊？李律，我们绝对相信你的为人，但这封举报信有你的电子签名和境外银行流水，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为了律所避嫌，董事会建议你暂时交出手头的业务，回家休假一段时间。各位，我理解大家的顾虑，
作为律师，我只看证据，给我24小时，我会把真相完完整的摆在桌面上。好，我们给你24小时。对，需要调取当年正大集团并购案的原始资金链路审核记录。好，麻烦您了。老刘，帮我查个东西，那份境外流水单上的清算行代码，帮我跟信托银行合规部核对一下。对，尽快。李律，查到了，简直是天助我也！那份流水表上的清算行代码，在案发当年，也就是并购案发生的时候，根本还没有上线，这是个致命的硬仗。周明康，你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伪证，到头来，恰恰成为了定你的关键依据。李律，舆论已经彻底失控了。周明凯雇的水军在网上疯狂带节奏，现在全网都在骂您。司法局的听证会就定在明天上午，周明凯这是算准了时间，要赶在听证会前一锤子把您砸死啊！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舆论飞得越高，他摔得就越惨。立刻给正大集团的法务部发函，告诉他们有人伪造了他们的商业印章，还泄露了他们未公开的并购机密。正当集团可是老牌上市公司，周明凯伪造他们的公章和项目信息，这直接触碰了证券市场的股价红线。这回周凯算是踢到钛合金4大板了，我这就去发函。周明凯，你想玩大的，那我就陪你玩。各位委员，李昭远泄露大客户商业机密，收受巨额回扣，证据确凿。我要求司法局立即依法吊销其职业证照，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国家级字迹及电子签名鉴定中心的报告，结论显示，所谓咨询协议上我的电子签名是通过技术手段从我的旧案卷中拼接复制的。你胡说！最重要的一点，本会对李昭远律师的职业操场予以肯定。针对周明凯、正和律所的诬告和恶意竞争行为，我们将通报司法局，勒令正和律所无限期停业整顿，并追究相关人员的协同责任。赵总和王总人呢？为什么电话全部关机了？连夜把账上仅剩的运营资金全卷跑跑路了，现在所有的债务都压在连带合伙人陈景明头上了。陈景明，你在这里干什么？老李，算我求你，只要你肯出面给正和做债务担保，正和就还有救。我求求你拉我一把！我现在不仅面临上千名员工的欠薪起诉，还要背负巨额的债务，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正和的死活与我何干？正和要是倒了，我会被列入失信名单。我女儿下学期哈佛的学费也全没了，她会被学校退学的。陈景明，你要我给正和做债务担保，你觉得可能吗？老李，我知道是我们对不起你，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我破产被列入失名单，我女儿就会被哈佛去退，她的前途就全毁了呀！你忍心看着你干女儿一辈子抬不起头吗？丫头，你过来。爸，你别这样了，求求你，我们走吧，我不去哈佛了，我不读了还不行吗？陈景明自己犯下的滔天大错，竟然拿亲生女儿的自尊和梦想来当道德绑架我的筹码。陈景明，你现在立刻走！至于丫头，她留下，我有话要和她单独说。好，老李，你跟他聊，我这就走，我绝对不打扰你们。干爹，对不起。丫头，别哭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爸会变成这样，他的债我们自己还，我绝对不会要你的钱。我留国内读大学也挺好的。你考上哈佛，那是你用自己的汗水拼出来的梦想。干爹看着你长大，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你的前途被他们的贪婪给毁了？这是我用个人名义在银行设立的专项教育信托基金，里面有400万，足够你研究生3年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这笔钱受法律保护，
独立于你爸的个人债务之外，陈景明1分钱也动不了。干爹，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签了它，明天就去办签证。以后在国外好好学法，别丢你干爹的脸。最重要的一点，别再让你爸拖累你。李执行，恭喜恭喜啊！以后锦城在您的带领下，业务肯定能更上一层楼。是啊，有李执行坐镇锦城，我们公司的法务合作就彻底放心了。来，敬李执行一杯。承蒙各位厚爱，锦城以后定不负所托，请。李律，大洋彼岸传来的超级大好消息。干爹，我以哈佛法学院第1名的优秀成绩毕业了。善良的人也得到了最好的福报。李律，大老板和各位合伙人都在等您上台致辞呢。